房产证不管写谁的名字，已经不重要了。以下4条规定你要知道。中国人一直都是比较注重房子的，尤其是在年轻人结婚的时候，准备婚房也是必不可少的，这才能够顺利组建一个家庭。由于我国的传统，基本上都是由男方来买婚房，在结婚以后由小两口共同居住的。买婚房的钱基本上也是由男方父母出的。因为我国的房子价格的确是比较高的，虽然近几年来也有所下调，但依旧是很多年轻人买不起的。在结婚的时候，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20多岁，或者30多岁左右，可能还有一些人刚刚大学毕业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积蓄。所以男人在结婚的时候所花的钱基本上都是由老一辈人所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也使很多的人对房子特别的重视。不过，如今的社会已经不是说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就是谁的了，因为新出了4个规定。如果对这个话题比较关注的，可了解一下到底是哪4个规定。1、老人全款买房。现在很多新婚的年轻夫妻所住的房子都是由老人买的，只是有人是全款买的房，也有一些人是贷款买的房。想要了解房子的归属问题，除了要看房产证上写的名字以外，也要看其他的方面。比如当年轻人领证之前，男方的父母已经全款买了婚房，这种情况下基本上都不会写女方的名字。如果在这种情况下，夫妻2个人离婚了，由于房子属于婚前财产，所以女方什么也得不到，因为这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中的条款来决定的。父母全款买房，登记在自己子女之下，都属于子女婚前个人财产。但如果父母全款给子女买的房子，在结婚以后进行了所有权属变更，比如把房子又过户到了女人名下，这种情况下，2个人离婚以后，女方有权对房产进行财产分割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，如果是父母给自己儿子全款买的婚房，不过财产证上写了女子的名字，2个人在结婚以后又有离婚的情况，这种同样是有权进行财产分割的。因为根据法律的规定，房产证上写了女子的名字，说明全款购房的父母是有赠与小两口房产的意愿。这种情况下，2个人离婚肯定可以将房产纳为夫妻共同财产。不过在实际应用的时候，可能判断夫妻共同财产还会有很多的标准，主要是保证基本公平的情况下。在夫妻2个人需要进行房屋分割的时候，如果父母已经过世了，这种情况下房子也是归双方所有。这是因为父母买房子主要就是为了夫妻2个人共同生活，但如果在婚前买房子的时候规定只给一方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根据如今的相关规定，如果夫妻生活当中的住房是一方婚前购买的，那么就属于夫妻双方的婚前财产。只要是结婚之前父母出资买的房子，法院都是会将房子给买下来的人。这种法律的规定主要就是为了保障婚前财产，也是对婚前购房一方最大的保护。毕竟在如今的社会当中，的确有很多的人为了钱会在这方面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。比如女人为了在结婚的时候获得更多的钱，就会打着结婚的名义，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，才有了如今的法律。2、老人付首付买房。由于我国的房子价格特别的高，即使老人有很多年的积蓄，也有很多都不能够全款买房，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有很多的老人在给儿子娶媳妇的时候，都会选择付首付买房。如果夫妻在之后离婚了，在进行财产分割的时候，主要就是对夫妻双方共同承担住房抵押贷款的份额。毕竟现在房子很多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升值，如果在离婚的时候自己的房子也有升值的情况，那么就可以对房产升值的部分以及共同偿还贷款的部分进行分割。这种情况下，谁付的首付就拥有房子的所有权。尤其是对于一些大城市的小夫妻来说，到底房子在离婚以后如何分割的话，也与父母的态度以及父母的出资比例有关。因为需要对房产进行分割的情况下，就需要按照比例或者是补偿等形式。3、购房联名须知。
如果年轻人结婚真的是为了好好的过日子，但却会因为结婚以后遇到的各种问题，影响到两个人的关系，肯定会涉及到财产，包括房产方面的问题。为了避免自己因为婚姻而受到损失，可能夫妻两个人共同买房的时候就会登记两个人的名字，这样的话，房产证上的名字就是两个人的。如果想要联名购房的话，如今也有新规定，就是写明每一方投入的费用数额比例，然后在产权证明书以及产权证上都是两个人的名字。满足了这些条件以后，房子才属于共同所有权的。这种方式在两个人出现了婚姻问题，需要进行财产分割时，更能证明房产归属权。在进行联名购房的时候，不仅要保障各项信息的准确性，在办理的时候更要符合相关的规定，出资情况要清晰的规定。通过记录实际投入购房资金的数额，就能够了解两个人在买房子的时候，谁付出的资金更多，这样在进行分割的时候，自然会更容易一些，可省去了很多繁琐的操作。4、子女父母出资购房。除了很多人在结婚之前并不能够买得起房子，会由父母出资，还有很多的子女在结婚以后买房都是需要父母出资购房的。如果是这种情况下，夫妻两个人离婚了，那么房子的处理就需要按照约定，但如果没有约定的话，就需要按规定处理。根据我国相应的法律规定，夫妻之间受赠与的财产同样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所以这种情况下，在离婚以后，夫妻两个人是有权对房子进行平均分配的。5、共同财产新规。之所以很多的夫妻在离婚以后会涉及到房产以及财产，也是因为在结婚以后的确会产生很多共同财产。法律除了有一些规定，对于婚前的财产进行了很大的保护，对夫妻的共同财产也进行了说明。主要指的就是在两个人结婚以后共同创造的财产，就是两个人的婚姻财产，在离婚以后可进行分割。一般情况下，两个人结婚之前取得的钱财都属于个人的，但如果是在婚后取得的，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由于房屋的价格比较高，所以在离婚以后分割时比较困难的。一共有几种情况，女方要比男方分得多一些。比如当男方有故意转移、变卖、隐藏、损毁两个人共同财产的情况下，离婚以后，女方如果找到相应的证据，那么就会多分的一些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，说明男方想要多分的财产，不愿意平均分配。这种情况下，如果男方的问题特别严重，很有可能一分钱都分不到。有很多的女人在结婚以后，对于家庭尽职尽责，用心抚养孩子，照顾家庭，但却被男人抛弃。如果男人在结婚以后属于婚姻的过错方，比如对女人进行家暴，或者是出轨其他的女人，这些造成婚姻破碎，女人属于婚姻当中的无过错方，所以在分割财产的时候也可要求多分一些。当孩子的抚养权也归女方的时候，同样也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财产。还有一些女人在结婚以后付出要比男人更多，除了上班工作赚钱，还要做家里面所有的事情。根据很多的家庭了解就可知道，如今有很多的女人都是比较辛苦的，不仅要在外面挣钱，就连照顾老人、照顾子女，甚至是做家务的事情上，男人从来都没有做过，全部都是女人付出。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被男人要求离婚，那么对女人也是很不公平的。这种情况下，女人也可要求多分得财产。除了有很多的女人在结婚以后依旧可以赚钱，还有一部分的女人并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，在结婚的时候也是完全靠着男人养活，在离婚以后更是没有办法生活下去。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两个人离婚，女人也可要求多分得共同财产，包括房屋的居住权，或者是利用现金的方式进行补偿。结语：相信每个人在结婚的时候都是奔着能够白头到老这样的目的。如果两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，那么肯定是非常幸福的。这样的两个人在结婚以后，基本上不会遇到离婚这样的事情，更不会需要对两个人的共同财产进行分配。
不过如今的社会是比较复杂的，的确有很多的男女可能在婚姻当中并没有抱着走下去的决心，或者是遇到了各种诱惑而面临分道扬镳。所以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在房产这方面还是要多留个心眼。如今并不是说房产证上是谁的名字，房子就是谁的。在实际离婚的时候，房产的归属以及财产的分配还与很多因素有关。相信法院都会以公平公正进行处理，保证每个人的权益。